深夜10点陪你读书。各位好，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秋天的夜晚，我又与你相遇在10点读书里了。我是林静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题目是挪威的森林，成长的最好方式是自我救赎，作者是嘉刚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同来分享。有人说，几十年来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非村上春树莫属。他的经典小说《挪威的森林》历经30年畅销不衰，是无数读者青葱岁月的集体回忆。小说以优美的笔调娓娓地讲述了渡边青春时代的种种经历、体验和感触，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渡边在青春旅程中一度彷徨于爱情，感伤于生活，深陷于孤独，蹉跎于岁月。但他面对人生之问，勇于自我救赎，最终走出了青春沼泽，获得了成长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？谁的人生不孤独？谁的成长不痛苦？读懂了渡边，就读懂了我们自己，就掌握了人生成长的最好方式。面对死亡，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渡边念高中时与好友木月交情甚深，他经常与木月的女友直子同玩同乐，3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。但在高2时，没有任何预兆，木月在自家车库中自杀身亡。渡边备受打击，从此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，对任何事物都保持距离，不再轻易对人打开心扉。他有时为了宣泄痛苦，放荡地出入于风月场所，自甘沉沦。渡边高中毕业后，选择到没有任何熟人的东京求学。除了孤身旅行，听听音乐，他还是沉默寡言，既不合群，也乏交际，朋友很少。而且受社会转型期的影响，他时常处于孤独迷茫的状态，甚至抱有干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。一次外出时，渡边在电车上偶遇了久未联系的直子，两人重新交往起来。一来二去，他们互相喜欢上了对方，水到渠成，走到了一起。但直子对木月的死始终耿耿于怀，从未放下，而且他还对自杀已久的叔叔和姐姐念念不忘，原生家庭的创伤让他无法自拔。他也由此陷入了长期的自我厌恶和自我封闭，拒绝接受一切。渡边想尽办法帮助直子摆脱压抑的情绪，期望他融入新的生活和感情，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打不开直子悲观痛苦的心结和世界。直子最终放弃了挣扎，用绳子结束了生命，追随木月而去。渡边又一次面对着挚爱的死亡，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。他开始了漫无天日的自我放逐，独自失魂落魄流浪1个月之久。疲累至极的他，也在领悟着死亡和人生。他从木月的死中领悟到，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死者已逝，生者当以更大的勇气鞭策自己更好地活着。他从直子的死中领悟到，任何哲理都不可能治愈失去所爱之人造成的悲伤，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悲哀中挣脱出来。木月和直子拒绝长大，拒绝融入成人世界，最终用死亡结束了成长。而渡边却从他们的死中顿悟了死和生的哲理，探索着成长之路。他还反复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，像盖茨比那样历经坎坷而执着追求纯真，不断历练自己的精神世界。渡边在思考和体会中逐渐摆脱了旧情绪，穿越了心中的泥沼和阴暗的森林，开始与现实世界接轨，摸索新的人生。有位哲学家说过，在你活着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死是什么；当你死了的时候，你更不知道死是什么了。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，死亡就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时刻伴随着人生。我们应该用勇气正视它，用能力应对它，以死亡之思唤醒对生命的珍视，
是成长最好的熔炉。面对爱情，能够这么确信地爱着某个人，应该很幸福吧。渡边与直子的爱情走入了死胡同，他在原地徘徊，并且空虚得很。他在一家小餐馆吃饭时，偶然结识了学友绿子。绿子与直子完全不同，她活泼开朗，心地善良，勤快能干，全身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，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动物，以至于渡边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，第一眼便喜欢上了她。其实绿子也是一个家庭不幸、渴望关心与爱的少女，父母很少给她关爱，小时的她刚一撒娇，父母就给她抡到一边去，动不动就说她花钱大手大脚。爷爷、奶奶、妈妈、爸爸4个人相继重病，生活的重担可谓不堪重负。但绿子仍能坦然地面对，坚强乐观，热情地拥抱着生活。她一边为病人接屎、接尿、接痰、擦身子，苦心着经营父亲的书店，养家糊口，还一边带着笑颜上课，追求渡边，努力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。他热情好客，在厨房里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，同时操作4、5样菜的烟火气息，让渡边钦佩有加，连称不简单，实在不简单。绿子面对艰难世事，没有像直子一样选择放弃，而是豁达顽强地一路走下去。她也为绝望中的渡边送去了爱和希望，使渡边不再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渐渐破壳而出，走进了美好的爱情生活。渡边经常在周末干完家务活后，陪着绿子度过轻松惬意的时光。他热心地到医院照料绿子重病的父亲，让绿子腾出时间到外面散步放松。他每周在意大利餐馆打2、3次工，为的就是学做意大利面条，好让绿子品尝。甜蜜的爱情让渡边焕然一新。当绿子问他喜欢自己到什么程度时，渡边说出了久违的生花妙语，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，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。你的发型好的，全世界森林里的树通通倒在地上。失去你之后，我实在孤独的好苦。这些美好的爱情比喻是渡边的纯真之言，坦诚而热烈，幽默而风趣，意味着他在绿子的影响下走出了心理阴影，找到了感情的救赎之路。情感的伤痛是很多人这辈子最大的劫难。面对劫难可以寻求帮助，但他人的帮助是有限的，一切都得靠自己。只有不断领悟，自修自度，才能走出那片困扰自己的迷雾和森林，相逢至爱和暖阳。面对孤独，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？不过是不喜欢失望。书中的每个人都流露着无处不在的人性孤独。沐月拒绝和女友之外的世界接触，直子让各种感情憋成一团，在体内闷死。永泽虽春风得意，却也常在泥沼里孤独挣扎。渡边尤甚总认为自己纯属凡夫俗子，并无引人注意之处，只喜欢独自看书听音乐。他对很多人保持了强烈的距离感，也曾想积极融入社会，却一次次迷失了自己。他对绿子说，哪有人喜欢孤独，只是不乱交朋友罢了，免得落得失望。渡边在孤独郁闷中遇到了直子的室友玲子。35岁的玲子脸上虽然有很多皱纹，却流露着一种超越年龄的青春气息。她也曾伤痕累累，小手指突然发病，无法弹奏心爱的钢琴，还受过同性恋人的侵袭，离了婚。但她努力自我拯救，成为了率先疗愈出院的健康人。他在和渡边经过掏心窝子交流交往后，给渡边提出了忠告：你要诚实，花言巧语、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。19、20岁人格成熟的重要时期，如果在这一时期无谓地糟蹋自己，到老时会感到痛苦。
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，那就及时抓住机会，一旦失之交臂，一辈子将追悔莫及。你已是成年人了，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你要坚强起来，要再成熟一些，成为大人。林子的智慧点拨让渡边醍醐灌顶，在爱和责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，从此勇敢无畏，迎接人生的诸多挑战。他认识到自己已不是10几岁的少年，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，他决然地和沐月、池子永泽告别，决心为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他开始学着修整庭院，勤洗衣服，打扫房间，做对像样的饭菜。他在确认了对绿子的感情后，再也不出入风月场所，甚至为了呵护绿子的纯洁，极力克制自己，坚持不越过最后一道防线。他给绿子打电话，告诉他无论如何都想跟他说话，整个世界上除了他外别无他求。渡边在痛苦的挣扎中顿悟了生死，升华了认知，最终战胜了旧我，真正长大成人。他在这个探索、蜕变、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不少，但也得到了更多。孤独是人生的常态，每个人都要经历它的考验，它也是一把双刃剑。适当的孤独可以沉淀人生，磨练心智，让人成长壮大，但彻头彻尾偏执封闭的孤独只会让人沉陷困扰，走向疯狂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要正视孤独，敢从孤独中醒来，迎接破晓的黎明。村上春树说，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，就是人们同孤独抗争，受伤、失落、失去，却又要活下去。在当今百年变局和疫情频发的时代，人们的精神危机与日俱增。有多少人如渡边，跨越着孤独、焦虑、迷茫的青春河床，品尝着成长的苦痛和甘心。成长是痛，不成长是不幸。有人说渡边引领自己走出了四顾茫然的青春沼泽，也有人说渡边的青春历程让人懂得了什么叫成长。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，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顺畅的，但无论青春如何坎坷艰难，我们都要勇于破局，坚定成长，风雨兼程，走向远方。只有不断成长，才能自我救赎；只有不断自我救赎，才能成长成熟。而成长后的自己，也一定会活得更明白、更自信、更通透。点个再看。愿青春你我在创痛中自我救赎，在救赎中更快成长，勇敢地走向未来。好了，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更多美文请你继续关注10点读书。